那接下来我会用滚梳和吹风机搭配呢，稍微去给我们这位模特呢稍微吹一个比较简单的 C 型技术。首先分区，同样的前侧点分到后枕骨区域，分好之后呢，把我们的头发夹到另外一侧的后头部，把侧区取出来。抛弧线呢分为2个技术，一个是往前抛，平卷向下，慢慢转为直立向后往前去走，这样抛出来的弧度呢，它会更加呈现内扣的效果。抛完之后呢，甩到原位呢会更加内扣。第2种技术呢叫做平卷向下，转直立，滚梳在发片以前，往后抛，往前带。这种抛出来的感觉呢，它更容易呈现发尾往前翘，或是说往外翘的感觉。那今天呢，我希望打造一个比较简单的内扣，所以说我们往前抛就 OK。那同时呢，这里呢我会做一个2个方向的演示，平卷向下，送风。考虑到待会儿还要做电棒，所以说我们不带风嘴去抛，往前走，走到发梢，慢慢加热，直接放掉。OK， 大家去看一下，抛完之后呢，这个 C 呢是特别明显而且特别自然的。滚梳呢，我是选择的大号滚梳。接下来我们去往后抛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同样的平卷向下。转直立，这样抛完之后呢，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发尾呢，如果发干流向改变之后呢，发尾特别容易往前走，或者说往外翘的感觉。后面这片一样的。平卷向下，转直立向后往前去抛，这样更容易内扣。平卷向下，转直立向前，往后抛，这样更容易外翘。OK， 至于选择的效果，看个人喜好。如果你比较喜欢内扣，往前抛；如果你比较喜欢让发尾呈现这种稍微翘一点的感觉，那我们就往后抛。表面的头发，找到它的刘海，咱们把刘海呢简单处理一下。刘海的吹风呢也有技巧，有可以放3个面，放到前面，往前走，转，往后转，转为收紧向后。这样呢，发根位置呢会更加饱满。放到发片的正下方，往前走，转为收紧向后。这样呢，发干的位置呢会偏平，但是呢不会服帖。第3种，滚梳放在发片的后方，往前去走，直接保持收紧向后的摆位。这样收完之后呢，发干的位置呢会更加服帖。那这里呢，我们稍微把它收的服帖一点，所以说滚梳放到发片的后方，往前去收，收到发尾，往后去带，带完之后轻轻的给它放下来。来，大家去看一下，这样的刘海呢，看上去呢会更加服帖一点点，不会蓬起来。比如说像这个模特呢，它是分3、7分的，那少的这边呢我们是不能鼓的，所以说滚梳放到刘海刘海的后方呢，我们往前去收，这样效果会更佳。那另外一边呢，我们的滚梳呢就可以放到前面，或者说放到下方去收，它就不会那么服帖。收完之后，表面的头发继续抛一个简单朴实无华的弧度。往前去抛，
它会更容易变成内扣。往后去抛，它会更容易变成外翘。OK。来，正视前方。后面的头发一起吹掉。后部的头发呢，不要吹得太卷，因为我们是这个头发呢是甩到前面去剪齐的。如果吹得太卷了呢，反而会显得发尾呢会很堆。侧部卷一点就 OK。那接下来我们整个这边的一个侧区呢就吹好了。其实吹完之后呢，它的整体形体呢就 OK 了。有的时候甚至吹成这样。那我的造型呢就可以去出炉了。当然，现在呢我是没有带风嘴。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形呈现得更加完美，可以带个风嘴。但是前提一定是今天我不夹电棒了，那我可以直接带风嘴直接打得好。但是如果夹电棒呢，我们可以不带风嘴，简单意思一下，这样视觉感呢看得更舒服。另外一侧。同样的，平卷向下，转直立向后，往前抛，更容易内扣。平卷向下，那这边呢，平卷向下转直立向前呢，它是不方便的，我们可以。滚梳握把，调整一下摆位，放在正下方，转直立向前，往后抛。OK， 发梢尤其是脸基这一撮头发呢，是更容易往前戳，或者说往外翘。如果你把发干的流向控制的猛一点，它就往外翘；如果你把发干的流向呢控制的弱一点，它就是往前戳的感觉。后面的这片头发一起，平卷向下转直立向后往前抛。这里呢，我们就快速一点，打造一个内切的效果。刘海区域取出来，当然你也可以先把后面的这些头发呢一起给它抛掉，再去吹刘海。表面的头发呢，不要把它抛得太卷，太卷了呢会太蓬。把刘海取出来，滚梳呢放到发片的下方，转为收紧向后，往前去收，收到发尾往后去带。带完之后呢，往后去撩一下，让它形成稍微饱满一点的收的弧度。后区的头发，简单抛一个弧线。OK。当然，我没有去把它吹得太过呆板。简单吹了一下，但是呢，这个发型的形状呢，其实已经出来了。来，头转过来一点点。OK。如果是现场做完之后呢，可以稍微用梳子呢，把它这些卷度呢，给它梳的整齐一点点。
其实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形体呢，就 OK 了。那既然我们一个简单的基础形体呢就吹好了，也是非常符合大多数客人的一个需求的。如果一个顾客，我觉得他不太愿意接受特别卷的头发，咱们直接用吹风这样吹出来，其实也特别好看。那这样我会用电棒呢再去做改变，达成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款电棒造型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电棒的操作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做造型之前呢，第一步先确定分区，头顶点分到耳后点，这是我们的固定分区。上下呢2层，今天呢还是质感为主，所以说，分区2层足够了。底层呢占整体的2/3，表层占整体的1/3。表层的头发呢先夹起来，我们先去打造底区。底区拉出来之后呢，脸际的碎发呢不要放过它，一定要把它打造好。我们把它找干净。假设顾客今天剪了鬓角，一定要找干净去操作。鬓角的头发呢，同样的，我们还是夹一个朴实无华的 C。这个 C 呢，不要太小气，稍微从发根到发尾呢，过度的揉一个大大的 C 的弧度。鬓角的头发做好之后呢，再去做我们的底区头发。今天的底区呢，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正反卷内扣的手法。先将头发用电棒滑动滑顺，一定要防止压痕的产生哦。滑顺带出质感，同时呢去除水分之后呢，我们发尾呢直接做一个内扣的 C。那内扣如何去夹得更 Q 弹呢？2个手掌扶住你的电棒，原地去转动，这样出来的内扣呢会更 Q。靠滑出来的内扣呢，它是没有力的，大家看一下。这样的内扣是不是很有力量？觉得不够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如果发尾夹歪了，甩到反方向，再去重复操作。OK， 内扣夹好之后呢，保留下面内扣的卷度，把卷度扶正，再来做一个外翘。但是外翘去做的时候呢，不要把它做得太小气，滑行去操作。第2个卷度，其实对于正面的造型而言，光有这2个卷度已经足够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这个发型得到一个好的支撑，就像我们第一款我说了，这个女孩子呢脸型是走纵向的，那我们横向要适当拉宽。所以说不仅仅我们的底区不仅仅要体现它的纹理，同时呢还应该去把它的形体呢做支撑。所以说这里呢我会在耳垂甚至耳朵位置呢稍微去给它凹一下，做高一点。做高的目的不是为了呈现这个卷度，更多的是为了方便上一层的支撑。那这样呢这个卷度的高度呢就起来了。底区的纹理打造好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在后头部呢取一点点头发，去一起打造我们底区的纹理。后头部底区呢，我们是做的内扣，那就直接做一个朴实化内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甩到前面来，只需要起到这里就 OK 了，再起高也是没意义，咱们直接做个发尾就可以了。那今天如果这片换成外翘，它也是 OK 的哦，因为它仅仅只是体现一个手法，看你想要的感觉形式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这里还是做一个内扣。那内扣和内扣的搭配呢，它会显得更加厚重一点点。同时呢，相对于说上一款的发尾的轻盈感呢，这一款呢发尾会呈现的更加稍微实体一些。刘海取出来，稍微去做一个收的弧度。那当然，
如果我们今天就靠吹风去吹，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就像此时此刻，这个刘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很多时候其实现场做造型而言，你不一定用电棒去夹刘海。如果你的吹风确实过关，直接用吹风吹刘海反而会更好，它更容易还原我们的裁剪。同时呢，刘海也会更加松散。这里呢，我简单去意识一下，收一下。当然，待会儿呢，我觉得不够，我可能还会去用到我的吹风再去带一下。收紧向后加饱满向后，稍微形成一下简单的修饰。表面的头发，表面的头发呢是形成我们发型形体的支撑。先将头发带顺。这里呢，最简单的手法呢还是饱满向后，但是这里呢，我们想要体现一点别的感觉，所以说发尾呢，我会去做一个内扣的纹理。夹不到的头发先不要管它，我们先把最长的头发呢搞定掉。搞定掉之后呢，把我们整体的头发呢都扶起来，往上去延伸卷度。同样的，夹不到的先不要管它，先能夹几个夹几个。OK， 第二个卷夹好了，我们再把它扶正。同样的，再往上延伸卷度。特别碎的头发就不用管它了。但是它的起卷呢不要太高，大概到耳垂左右就 OK。耳垂左右，如果太高了，这个发型可能会走得很蓬。这些很碎的头发呢，在我们需要的高度补一个 C 就可以了。那这样我们整个侧区的纹理呢，其实它就已经呈现完了。当然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做发型呢，表面如果太单调呢，它会比较呆板。我们这里呢，把量给它收一下，表面呢挑薄薄一层，给它做一些似卷非卷的纹理，似卷非卷的纹理。OK， 让表面不要太单调就 OK。那接下来我的侧区呢也就完成了。如果我觉得底区的内扣的量还不够，我可以继续再去加一点点后头部底区的头发去弥补，让我们的正面看得更舒服。那接下来我们去夹另外一侧，另外一侧的头发分区呢也是一样的，上下呢2层，这边发量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呢我们不要去管。把它当成一个等份，下面占2/3，还是少了一点，上面占1/3。确定好分区之后呢，夹起来。底区取出来之后呢，干净的找到我们的鬓角头发，把鬓角呢先给它打造一下，从发根开始起卷，滑行的方式呢去做这种 C 型的弧度。这样做出来的弧度呢，由上往下都会有一个 C 状，看上去呢会更加柔和，不会那么死板。OK， 那这样呢就已经很漂亮了。底区打造，同样的先将头发滑通滑顺，制造我们整体想要的质感以及光泽。OK。发尾呢，做一个朴实无华的内扣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发尾歪掉，没关系，把它甩到前面来，往后歪就甩前面，往前歪就甩后面。电棒抵紧，转动去让它起卷，这样的卷度呢会更加 Q 弹。发尾做好之后，把卷度理顺，再去往上延伸。第二个卷度呢，把它做柔一点点，不要做的太死板。毕竟韩式造型的特点呢，还是以柔美为主，不会以过卷的纹理为主。再往上，方便我的上面的发型支撑呢，我们在这里呢再去给它凹一下。凹的目的不是为了呈现这个卷度，只是为了让待会儿呢我们去做上层的时候，它能够支撑起来。不要做完之后太贴，就 OK。
底区做完之后呢，量会有点太少，会显得我们这块位置比较大。咱们把后头部的区域底区呢取一点点出来，去做弥补。那这里呢，我们还是采用内扣的手法。歪了就去调整，但是不去管它。甩到前面来，看一下。这样呢，底区的纹理感呢会更加充实一点点，不会显得那么空。表面的头发分为一片刘海，那像这么厚重的刘海呢，我肯定还是建议大家去用吹风机吹了，不然电棒夹完之后呢，它会稍微有点塌。那我们这里先夹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再用吹风机重新去吹一下。其实吹风机吹完之后，效果已经特别好了。收紧向后，从上往下滑，滑到眉尾左右，边滑边转，不要停。收一个弧度，收完之后保留收的弧度，做一个饱满向后。这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款电棒夹刘海。OK， 收完之后，如果头骨比较偏尖，可以适当用电棒把发根做一个支撑。取一小片头发，不要太宽，也不要太厚。太厚呢，弹片进去容易把头发压到一起；太宽了呢，额头会打得太开。斜向前，发尾甩到后面进去，先转，再往后推。推完之后回来，发根呢会适当打开，刘海呢会适当往前走。同时为什么不取那么多的原因？因为这一招用完之后，刘海是往前压的。如果咱们把区域取得太多呢，刘海会掉脸上，经常客人做完他会不舒服。表面的这片头发呢，是形成我们发型的饱满度的。其实今天你用任何手法都 OK， 但是它的起卷呢是不能去超过我们的耳朵，因为太高了，头会显圆。这个时候手法的选择呢就非常重要了。像这边呢，我看一下选择什么手法比较好。我这边呢，我会因为头发比那边呢会短很多，我这边呢会选择一个外翘的正反卷。虽然我们图上呢是写的内扣的正反卷，但是呢回到现场要去随机应变。你要的是发型形体，而不是要的这个卷度。发尾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往上延伸，在耳垂左右呢制造一个饱满度。这个饱满度呢不要高，高了头会大。放下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刚刚好？把量感收掉，收掉之后，我们上面呢再去做一些纹理感，做一些表现力。表面呢分薄薄一片，咱们呢表面呢再去做一些纹理，似卷非卷的感觉就 OK 了。OK。这边的感觉呢我也做好了，最后呢剩后头部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的正面其实能做好看哦，未来回到现场呢，基本上就是可以搞定客人的。后头部呢反而是一个辅助。这里呢有很多碎发，不要放掉它，把这些碎发呢给它补一下，补一个什么手法都行，内扣也行，有留香的手法也行。但是呢，不要让它直的。底区后头部底区呢，占2/3的区域都是夹同样的手法。表层呢预留1/3去做形体和覆盖。那这里呢都是夹的内扣，所以说咱们就大发片一点，快速打造。这样夹造型呢也会特别快，而且特别有思维。记住，造型不在于你学了多少款发型，而在于呢，真正的去理解它，学会去变化。甚至呢，通过这样的理解呢，我们能够看到一张图片呢，去分析它怎样去夹，怎样去呈现。
所以说在接下来这几个视频当中呢，我都会去做咱们分区图，先去画分区图，再去夹造型，也是希望大家未来如果看到一款发型真的想要去夹，你可以像我一样，先把图画出来，先做分析，然后再去操作，这样你的错误率呢也会大大降低。表层呢一样的，不要太高，太高了头会大。我们起低一点点，做一个饱满向后。饱满向后其实是表层是针对我们头发表层是最安全的区域，因为现在大多数客户呢是比较喜欢把头发往后撩的。做向后的流向的纹理呢，它是特别安全，因为再怎么撩，这个发型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形概率。但是如果做这种正反卷，或者说这种没流向的卷度呢，它的风险值呢就会比较高。所以未来如果你想要你的发型稳定性强一点，我建议大家啊，就表层这一圈呢，尽量刘海做收紧向后加饱满向后，其他地方呢都是用饱满向后，或者说组合去呈现就可以了。不要去用一些像我侧部用正反卷呢，其实这种呢风险就比较高了。饱满向后，前低后高，发尾甩向前面。做完之后呢，顺着这个收的弧线呢，做一个收紧向后。OK， 那同样的，甩到后面来，上面覆盖下来呢，其实我们下面底区呢，就只能看到一个发尾。这个发型呢，其实可以去加线条，加线条呢，可以让后头部呢更充实一点。但是呢，同时也可以不加线条，比如说我把侧部的给它撩过来，其实这样的纹理呢也是非常好看的。来，小姐姐稍微抬头一点点，那这样的纹理呢也是非常有层次感的。那这款发型呢我们就夹完了，接下来我会用一点造型品呢把它打理呈现出来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先用吹风机呢简单去打散，再去打精油，因为这样打完之后呢不会聚到一起。没关系的，随便吹，只要你的形体架构是这样的 ，OK 的，那你做出来的造型呢，它也不容易变形的。OK， 吹完之后用一点点少量的精油以及发泥。如果今天需要拍摄，我们可以用点发泥；如果只是为了生活，不要用发泥，主用精油。先把大量的精油和发泥呢打到发尾上，发尾上面。发尾打完之后呢，大家去看发尾的质感呢是特别强烈的，但是发干呢它是比较毛躁的。我们把精油、发泥搓均匀，从两侧进去，把所有的头发呢给它捋顺，从脖子内侧进去，把所有的头发呢全部由内往外捋顺打散，不要让它毛躁。最后一点点精油呢，可以把刘海的位置呢给它捋顺、捋干净。这样打完之后呢，基本上整个头发呢，它的纹理感呢会更加清晰。然后我们甩到前面去看一下，把刘海呢找到。OK， 刘海呢给它做清晰，记住客户而言，刘海最重要。然后做好之后呢，头发一分为二，甩到前面来。把底部的纹理呢，稍微去给它调整一下。刘海呢，稍作调整。OK。像这种比较聚的头发，我们可以稍微用一把剪发梳，把这些比较聚的头发呢，稍微给它梳散一下。至于甩到前面来，它是当时是内扣还是外翘，其实都没有关系哦。随性一点点，随意一点点。今天做完客人之后，冷风扫散，打点精油，甩到前面来，它有这样的效果。其实这款发型呢已经 OK 了。相比于说上一款发型呢，其实它最大的区别呢，会比上一款呢稍微随性，
优雅一点点，不会显得那么气质，因为它的薄板面呢会比较弱化，同时呢表面会有一些弱弱的纹理感，让整个发型的感觉呢会稍微往下走一点点。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款发型的一个分享。那接下来我会稍微去拍一些照片，甚至呢会去稍微打理一下，然后呈现我们最后的作品。